200多年前，有个美国人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梦到中国各地都有了火车站。奇异幻想在头上挥舞神奇魔棒，昔日回忆与眼前的景象交错，入耳的不再是罗夫吆喝声和骡车车轮的隆隆声，而是蒸汽汽笛的蜂鸣声和电报机的咔嗒声。幽暗茅屋化为堂皇车站，来自各省的杂沓人群把铺有地毯的候车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售票厅四周围着望眼欲穿的旅客，你挤到前头，听见你的硬币丢在柜台上而发出的叮当声，手中紧握得来不易的车票。这时候，鸡叫了，梦醒了，原来他躺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破落小客栈里。这个人就是丁伟良。1898年戊戌年正月初1，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这样描述这奇异的一天：中国新年这一天的日食，使人们的心情普遍是忧郁和沮丧的。在这里看日食看得很清楚。日食结束时显出了落日，其实正当月亮上升，看上去宛如在西边天际的一弯新月。下午2点半，大清帝国的官员们纷纷聚集在礼部。按照大清建政第1年，也就是1644年的规定，文武百官们都要在礼部救护日食，上香、跪拜，直到日食结束。戊戌年是充满变数的一年，这一年光绪已经当了24年皇帝，清政也已经10年。甲午年大清败给了日本，上上下下都形成一个共识，必须求新求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朝野特别是知识界的反省，对于朝野各界的冲击非常大，因为这个时候朝廷也不得不放松了对这种思想的管制。因此，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严复就出来了，梁启超就出来了，康有为就出来了。正月初3，在总理衙门西花厅，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大清重臣接见了广东人康有为，这个搅动天下的维新领袖。当荣禄表示祖宗之法不能变时，康有为反驳说，祖宗之法是治理祖宗之地，如今祖宗之地都不能守护，祖宗之法又何必固守？上海申报则在正月初4发表社论，提出苟从此变形新法，将无日而不新，无年而不新。就是在这条小胡同里，丁伟良在他创办的《新学月报》上，告诉惊慌的北京人，日食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康乾盛世也发生过，根据历法可以非常准确地推断出来。丁伟良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在中国的50多年里，一直都在致力于传播科学知识和进行教育革新。
1827年4月10日，丁伟良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华盛顿县的利沃尼亚，在家里10个小孩中排第8。丁伟良是由一位黑人女奴带大，他长大后因为不赞成使用奴隶，拒绝家里的经济支持，一度放弃了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学业，直至依靠自己半工半读，才从大学毕业。丁伟良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传教士。大学毕业之后，丁伟良在长老会神学院接受了系统的神学教育。在他出生成长的年代，美国西进运动已经到了尾声，移民们到西部拓荒，传教士深入荒野。诗人惠特曼把西部比作是一片广袤无垠、无踪无迹的空间，他吸引着那些对自己生活不满的人们，来到这里改善自己的状况，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应许之地。160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结束了至今仍被怀念的英国黄金时代。同样被终结的还有女王倡导的宗教宽容。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迷信君权神授，多次解散国会，千方百计搜刮民财，大肆迫害清教徒。1630年的春天，内战前夕，一位刚刚因为自己的清教信仰而被剥夺公职的英国贵族约翰·温斯洛普，带领一批清教徒出英格兰，横渡大西洋，前往其在北美的应许之地新英格兰。在旅途中，他为船上的同伴们做了著名的布道，基督徒慈善的典范。他引用了马太福音中耶稣关于盐和光的隐喻：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首次将他们未来的家描绘成圣经之中的山巅之城，决意要为世人建立一个基督教的楷模。和丁伟良的父祖一样，印第安纳大学校长怀里也深信上帝将北美这个新迦南应许给他们，他们要负责建立一个人间天国。上大学期间，丁伟良经常到怀里家做客，他和哥哥孟丁元爱上了校长家的两姐妹。孟丁元成功娶到了校长千金，丁伟良却求婚失败。William Martin's family was one of those families that moved out west, and they embraced this idea in the United States called manifest destin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called by God to take over the entire continent, and from there lead into civiliz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1839年，英国的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第一次唤起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兴趣。
1849年11月23日，丁伟良和另外一位女传教士在结婚当天就从这里登船去了中国。丁伟良在生日那天抵达香港，在等待航船的时候，丁伟良曾经坐船沿珠江溯流而上。到广州上岸时，一群人围着他们喊：“翻鬼，翻鬼，杀头，杀头！”这就是中国人喜欢夸耀的文明。难道我们背井离乡就是为了这样一些人？1850年6月26日，丁伟良抵达宁波。The Presbyterian Church thought at first that it was a healthy climate and one in which there were people who might be well disposed to Christianity. 丁伟良和他的妻子开始学习汉语，为了方便学习，他自创了一套拼音系统。记得1851年1月的这一天，在日出之前，我们组了一个社团，宗旨是编纂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他用了3个月听懂了宁波土语，开始用宁波话传教，和当地人交往。他们反过来教当地人怎么通过学拼音来读圣经，然后教他们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阅读。So he was really a intellectually curious, high energy, opinionated, strong-willed. He chose not to live in the missionary compounds when he moved to Ningbo, but he lived within the city itself. So urging missionaries not to keep themselves separate from the people they were called to work with, but to live among them and really to become friends and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lso differ from the earlier Jesuit and Dominican missionaries who had gone to China. The Jesuit strategy in particular was that the way you win converts in a country is from the top down. The Protestant approach, though, to a great extent, is bottom up. It's go to the masses. 丁伟良还学会了北方官话，系统阅读了9部中国传统典籍。他出版了一本传道小册子《天道溯源》，是19世纪最出名的中文传教出版物之一。在宁波，丁伟良还结识了一个爱尔兰人赫德，他们一起喝茶、散步、做礼拜。赫德向丁伟良借阅有关中国的书籍。后来，赫德出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1858年5月3日，英法联军和作为中立国的美、俄4国和大清开始在天津谈判。丁伟良作为美国全权公使列威廉的中文秘书，出现在谈判队伍中。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3年之内，英国公函会附送中文译本，以后将只用英文书写，不再附送中文。大清迫切需要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1862年，中国第一所近代教育学校同文馆应势而生。当时的中文翻译丁伟良意识到，北方才是自己应该去的地方。那是孔孟之乡，那是中国最有生命力的家园。丁伟良的敲门砖就是一部万国公法。
if you think of sovereignty as being like a flashlight, Qing system is one where you're in an empty field, you shine the flashlight. Where does the area lit by the flashlight end? Well, there's no absolute one. And the biggest problem the Qing faced was that there were all sorts of places where they couldn't exercise the kind of control that the Westphalian system called for. 大清官员们也开始关注国际交往中的相关知识，于是丁伟良被引荐给总理衙门。1863年6月，丁伟良来到北京。在天津时的老相识崇厚阅读了他的翻译手稿，印象深刻，答应向更高的官员文祥汇报。文祥是军机大臣，也是晚清自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就这样，丁伟良得到了一次不合惯例的会见。1863年9月11日，他和包括文祥在内的4位总理衙门大臣会面，呈上4大本手稿。丁伟良向大清帝国的官员保证，遇到外交事件都可以在这本书里寻求指引。总理衙门基本同意了丁伟良的要求，4位秘书被派去和他一起合作，删改润色译稿。这时，在丁伟良的老家，内战正处于焦灼状态，一场转折性的战役也即将打响。参加格底斯堡战役的南北双方共有超过5万人伤亡。丁伟良到北京开拓事业的时候，美国打了整个内战最惨烈的一次战役。1863年11月19日，在格底斯堡战役爆发4个半月后，林肯在这里发表了他名垂青史的演讲。林肯用他的政治智慧，把自由的心声注入了美国的精神。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丁伟良离开美国的时候，芝加哥还是一个边陲小城。但是内战结束之后，美国就进入一个高速的发展期，铁路把东部、中部和西部连成一体，技术就被输送到了边疆。芝加哥迅速成为一个钢铁城市和农产品的集散地，这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所钢结构的摩天大楼，在1900年还成为了美国第2大城市。1864年4月，一艘名为羚羊号的普鲁士兵舰驶入天津大沽口的水域。3个月前，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发动对丹麦的战争，丹麦被迫放弃了一些公国的统治权，这是普鲁士开始统一德国的第一步。在大沽口兰江沙外，普鲁士的原外交部参事里弗斯扣留了3艘丹麦商船，作为自己的战利品。天津3口通商大臣崇厚赶紧报告总理衙门。自信满满的里弗斯没有料到，大清官员会向他提出抗议。
总理衙门召回他，大沽口兰江沙外是中国领海，并非公海。里弗斯在此扣押丹麦商船，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主权。里弗斯则在照会中狡辩，他扣留丹麦商船既符合欧洲战争法，也符合国际法，又借口他无权处置，需要普鲁士政府来解决这件事。总理衙门则依据国际法反驳，指出大沽口兰江沙外是中国内海，外国兵船必须遵守中国法律。里弗斯此举是违约行为。在几乎被拒绝为公使的压力下，里弗斯被迫认错，释放了3条丹麦商船，并赔偿1500块洋钱。他灰溜溜地返回德国，直到第2年底再次来到中国，才被接受为公使。结果让中国人感觉到，我不费一枪一炮，我还得到什么荣誉，而且还能得到一定的小笔的赔偿。这个对中国的官众、对中国的朝廷影响甚大。恭亲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特意点明了他们如何借用万国公法，把德国人辩驳得俯首无词。朝廷随即同意印行这本书。在赫德的提议下，恭亲王奕欣拨银500两资助刊印发行，300多部万国公法被分发给地方官员作为参考书。如果从欧洲国际法学科建设上讲，没有人会提到惠顿，因为惠顿的原则都源自于欧洲的国际法。但是呢，惠顿它的最大优点是什么呢？它结合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的自身发展，把欧洲的理念根据美国建国之后的经历所编写的一本国际法，这个时候特别适合中国。19世纪晚期，如果说外国对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可能只有他们2个人，一个就是赫德，一个就是丁伟良。对中国人观念性的改变，可能赫德就没有办法和这个丁伟良比。就是国际法的知识传到中国来，丁伟良呢应该是居功至伟。我觉得丁伟良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中国懂得国际社会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不是像你们中国的那种朝贡体系、家长式的，以恩惠、以恩准、以恩泽为基础，而应该是以法治、平等为基础。在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和美国驻华公使的推荐下，1865年，丁伟良被总理衙门聘为同文馆的英文教习。经过几年的发展，同文馆已经不只是一所语言学校。1866年底，恭亲王奕欣上奏，请求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这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趋向。这位年轻的亲王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过程中，领悟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在西方人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天文、数学这些基础学科的发达。奕欣的提议在大清朝廷引发了一场大辩论。正方是以奕欣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主张把同文馆发展为一个综合性学校，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一批新式人才。反方则是以蒙古人、大学士倭人为代表的传统派，他们坚信立国之道在于礼仪，在于世道人心，让科举士人去学习天文数学，必然导致以夷变下。当中国面对西方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2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得不学西方。在这种状态下，中国要走的路径是什么？ China had a lot of catching up to do because it had relatively few people who knew the basic science. 中国没有新的教育体制的改变，中国就根本没办法发展了。But the question is, how much of this can you adopt without sort of losing who you are? 正反方势不两立的背后，既有思想观念的新旧，也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官司打到了最高领导那里，
实际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如何定夺，将决定同文馆以后的走向。一开始，慈禧没有任何迟疑，同意了奕欣的建议。当传统派顽固地上奏折表示反对时，这位聪明的执政者想出了一个狡猾的主意。他命令倭人推荐一些人也开设一个学馆，和同文馆同台竞争。接着，他又将了倭人一军，让他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班。倭人当然不会愿意去和洋人打交道，只能装病请假。慈禧才顺水推舟，同意撤销倭人在总理衙门的职务。新的校舍盖起来了，国际法的课程也要开始了。丁伟良是不二人选。1867年，他被任命为国际法教习。在19世纪50、60年代，现代世界在加速变革。一个建立在即时通信和自由贸易之上的时代正在出现。电报和铁路代表着现代技术的巨大力量。对于东方来说，这也是时间上的一个断层线。A huge number of the engineers do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last 30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actually got their start as engineers in the Union Army. From 1860年到1880年，美国的铁路里程增加了3倍。坐火车是美国人再一常不过的事情了。在中国的几十年里，丁伟良也经常会回国度假。美国的快速发展让他深为震撼。他决心要把科学引入中国。在那个时候，丁伟良觉得科学就是福音。1867年，丁伟良在耶鲁法学院进修过1年的国际法课程，为他担任同文馆国际法教习做准备。他想让他的学生们和世界同步。丁伟良相信，东西方之间的精神互动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他继续组织翻译了更多的国际法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外交人员的必读书目。他想和中国分享最新的科技。由于缺乏物理学教科书，丁伟良自己编写了一本格物教科书。这本名为《格物入门》的物理教材，大略相当于今天中学物理化学的水平，包含了当时最新的发明，比如分子学说、X 射线、电话等。格物入门曾2次修订，有多种翻刻版本，影响极大，就连光绪皇帝也是读者之一。英国的清教徒来到了新大陆，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就是重视教育。在波士顿这个地方，他们建立了像哈佛啊、MIT 这些大学。这些大学是这个城市的精华，也是整个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但是他们也特别重视这个教育啊，因为他们是非常虔诚的那个基督徒。基督徒呢，他要读圣经。圣经呢，牵涉到很多的那个历史典故，还有文学方面的很多知识，所以呢，他们要使他们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的这家餐馆以前是一个书店，是19世纪波士顿的一个文化中心。当时的一些作家朗费罗、霍桑和爱默生也经常在这里聚会。而波士顿呢，也是美国当时的一个文化重镇。当美国意气风发向工业化迈进的时候，它也在完成由宗教向世俗化的一个转变。爱默生就引领了这场观念革命，他重新确立了人在上帝面前的位置。以前是上帝为中心，现在是人为中心，宗教成为一种纯粹精神性的私人化的事情。可以说，爱默生激发了美国人的内在力量。丁伟良专门跑去费城学习了电报课程，他自费购置了2套发电报的装置。在为同文馆的学生上课前，他请求总理衙门派官员来见证一下这神奇的机器。4位官员被派来观摩，但令丁伟良失望的是，他们没有显示出理解或任何兴趣来。其中一位翰林轻蔑地表示，中国虽然4000年来没有过电报，但却仍是泱泱大国。为了避免帝国的高官对电报产生偏见，丁伟良请求在总理衙门为大臣们亲自演示。老大臣们倒是表现出很大兴趣，他们玩起了电报，时而发送信号，时而把铜线缠在自己身上，时而断开电路，时而又接通。看着火花从一根铜线跳到另一根铜线，爆锤声滴滴答答响起来，一群人狂笑不已。实验结束之后，在总理衙门的聚餐上，丁伟良告诉赫德，实验很成功。这位熟谙中国文化的外国雇员淡淡一笑，每一件小事都是有益的。正在兴头上的丁伟良大概没有领会赫德的深意，很快他就会明白，让兴趣转化为行动，其中的沟壑有多深。户部尚书董询是唯一一个真正感兴趣的官员。这位热爱写诗的文人经常来看那2台发报机，认真研究，最后竟然学会了操作。一个帝国高官学会如何发电报，这是令人动容的故事。长老会海外传道部开始质疑丁伟良的选择，他花了6个月时间翻译国际法，在长老会看来，与传教没什么关系。丁伟良针锋相对，认为那是不亚于翻译圣经的影响，同时还能向一起工作的人散发宗教小册子。当他接受了国际法教习的职位后，和长老会的分歧再度扩大。He saw it as very important to help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ambassadors and interpreters and others in the foreign service to better understand Western thought, Western tradition. So as far as he was concerned, this wasn't in an important way assisting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Jesus Christ in it. But 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disagreed with him on that. They thought he was just out for fame and fortune. 传教制度规定，传教士不该出于钱财之爱而做世俗工作。最终，丁伟良选择脱离长老会。1869年11月26日，一场隆重的典礼在同文馆举行，丁伟良就任同文馆总教习。大约40名学生分班向总教习行额首礼致敬。他们穿着长袍，头戴装饰着流苏的礼帽，
场面严肃而壮观。丁伟良用中文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表达他对这个学校的愿景。What's striking with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s how quick that process is. We're incredibly quick in understanding and then starting to use knowledge that came from the outside. It is pretty open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other ideas that come in from the outside. 就中国在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能走出这么一些新路来，新教育的这种萌生，旧教育的退出，其实外国传教士啊，对中国的祈祷性还是非常强的。丁伟良的成长，正好是美国从一个软弱的13州发展成为北美最大的大陆国家，而且呢，走向了世界。因此，在这样一个美国国家的成功经验，让包括丁伟良在内的所有美国人有一种心态。What is good to America is good to you。凡是对我美国有好处的，只要你跟我学，你都会得到的。当丁伟良接手时，同文馆只有英法俄文3馆，天文和算学有名无实。丁伟良决心开设更多的西学教程，来适应时代需求。在丁伟良主持期间，同文馆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外语人才和高级外交官，包括汪凤藻、吴宗廉、陆征祥等一批通晓西学的外交官和翻译官。这是晚清最好的时代，也是致力于变革的进取时代。在太平天国造成的满目苍夷之后，帝国开明的官员们努力跟随世界的节奏起舞。自从1850年4月10日来到中国后，丁伟良就一直在寻找支点，然后撬动中国。1898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可以说是丁伟良一生志业的顶点。1898年春天，北京城暗潮汹涌，维新运动如火如荼。中国像丁伟良一直期盼的那样，终于要开始全面变革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师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了。这份诏书用1/3的篇幅讲述了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京师大学堂。9月18日，农历8月初3，是戊戌年最为关键的一天。这天，光绪帝离开颐和园回宫，他早晨6点在寝宫进行早朝，然后到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侍早膳。上午10点多开始陪同慈禧看戏。光绪在下午2点离开了颐和园，慈禧太后则一直让戏演到了晚上。当晚，慈禧太后决定第2天离开颐和园，回西苑。9月20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觐见光绪的外事活动结束之后，第2天，北京城的9个城门同时关闭。慈禧宣布训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等人，维新党人遭到镇压，谭嗣同等6君子被杀，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9月26日，在政变后5天，慈禧表示，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光绪皇帝的变革措施都被废除，除了京师大学堂。
1898年12月31日，在戊戌年的雪雨腥风中，唯一得以保存的成果——京师大学堂开学了。这一天，有380名学生注册入学。上午11点，管学大臣、中方教习和学生们在孔子牌位前行磕头礼。外国教习们以脱帽和鞠躬的方式，表达对这位中国圣人的敬意。恭亲王啊，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就是丁冠希嘛。他认为在西方人里面，丁伟良是最有学问的。他有西学的功底，他也有中学的学养。当时找不到一个像丁伟良知识那么全面，而且了解中国的人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What changed in the mid-19th century was that the Qing went from being on top to going down the ranking of leading empires in the world. And if the encounters had happened 100 years earlier, then maybe the Qing Empire would have come out on top. But for many Chinese, and this is what I say in the book, the idea that the Qing Empire was less powerful was probably not a bad thing. You know, I mean, it opened up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people to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what they had done in the past. 也是在戊戌年，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西班牙爆发了冲突。最终，美国从西班牙那里夺取了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这些海外殖民地。用战争这种最强有力的方式，美国宣告了自己在全球的崛起。虽然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度过了60多年的时光，丁伟良的精神底色仍然是一个美国19世纪边疆的孩子，粗粝、进取，充满了斗志。1906年初，丁伟良在回到美国暂住后，又回到了中国。他乘坐刚刚建成的京汉铁路一路南下，直到这条线路的最后一站汉口。像他早年所期望的那样，中国人已经意识到，铁路必定会成为无穷力量的一个源泉，而绝不是一种危险。1907年4月10日，丁伟良80岁生日，中美人士纷纷庆贺，连后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来贺电。他骑着驴爬上西山，像过去几十年里那样
又一次远眺北京城。他和这片土地连结太深了，以至于再也无法离开。